大家好，我是马丁。直流电供应器在炼金上有很多种应用的方式。在之前的影片中，我利用电镀法来减少废水中的废金属。那么这次我要实验能将镀金表层脱下来的退镀法。我能够在网络上找到两种范例，一种是使用硫酸来当电解液，另外一种是使用食盐水。基于安全上的考量，这次实验我用的是食盐水。与电镀相反，我的阳极会连接电镀物品，阴极则是使用石墨棒。我先使用小电压与小电流来试试看。看到泡泡出现，代表退镀已经开始。在退镀的同时，也会将食盐电解。水被电解后会产生氢气与氧气，氯化钠被电解则会产生氯与钠。虽然说在电解的过程中完全没有闻到氯气的味道，但是我还是建议在通风良好的场所进行这种操作，以免发生意外。经过了半个上午，试过了好几种镀金材料，但是材料似乎没有出现明显的退镀迹象。食盐水里面则出现了一些云状物质。下午我再加强电流，再试一次。我将电压调整至6伏特以后，镀金的物品出现了明显的退镀痕迹，不过速度还是稍显慢了一点。像这样一个镀金接头，用9伏特的电压，大概需要半小时才能完全退镀。更大件一点的镀金材料，例如这个 CPU 的散热模组，花了将近2个小时才有一些退镀的迹象。
还需要用工具将上面的镀金层刮除，才能加快退镀的速度。可以看到退镀不止侵蚀镀金层，散热模组的底材也受到了严重的腐蚀，露出了红铜的颜色。用食盐水退镀的效率似乎是总面积越小、镀金面积越大的材料，退镀的效率越高；表面积越大而镀金的面积越小的材料会非常没有效率。整天下来大概5个小时，一共退镀了2个处理器的散热模组、3个镀金接头以及几个镀金的螺帽。用 pH 试纸测试，食盐水的酸碱值呈现强碱，这是由于水中被电解的钠离子与被电解的氢氧离子形成氢氧化钠的缘故。由于烧杯内的水太多了，我让里面的金属沉淀一下，然后将多余的碱水汲取出来。加入柠檬酸，将这些碱水中和。加完柠檬酸后，水变成了透明的弱酸性液体，现在可以直接将它倒掉。而烧杯中剩下的金属渣，我们要加入盐酸将它们清除。加入盐酸后，稍微搅拌几下，黄色的金属渣就被溶解了。金箔一部分漂浮在水面上，另外有一部分沉没在烧杯底部。当然，这些金箔还需要进一步的提纯。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下集影片再见。